结束了！38岁中国农民大哥自创铁砂拳，重拳打爆泰国悍将太阳穴，瞬间跪地不起，弃赛投降。我们红方选手于大哥，38岁，看起来跟21岁一样。38岁体力要保成这样子，体型不得了的事情，好吗？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38岁农民大哥大战泰国悍将的精彩对局。没有错，本场比赛我们中方的参赛选手那是一个38岁的老大哥了。很多人说38岁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才38不还是很年轻吗？观众朋友们啊，38岁在国际擂台上打拳的人啊，已经寥寥无几了啊，更别说是一个业余拳击手，还是个农民大哥。好，比赛开始了，看一下红方选手白色拳套啊，于之光，来自于中国昆明的啊一个农民大哥。好，再来看一下蓝方选手黑色拳套，便是泰国的拳坛悍将啊，6连胜的维瑞萨克。于之光，于大哥在国内的昆明百姓拳王大赛当中啊是获得冠军的，也参加过非常多比较小的拳击赛事。并不是说于大哥呀不想打这个大型比赛，只不过很多选手呢不敢和他打因为他是一个名气很小但实力非常强劲的选手。于大哥自创了铁砂拳，我们听说过铁砂掌，但是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听说过铁砂拳他的拳头非常硬啊，据说老茧就有将近1公分的厚度。好，这里非要少说对方的萨克也不简单了，6连胜。这场比赛举办地点在泰国曼谷。好漂亮，拳头打得很有质量而且很干净。我们看大哥的摇闪也不错。这一次来泰国曼谷实际上于大哥的老婆是非常不同意的因为他本身就不同意他打拳毕竟打拳击赛是一个非常高危的职业。也出现过不少的擂台事故了每一年呢都会这个出一些个事故死一些人。好漂亮，前手平勾。我觉得这个泰国小将这个萨克呀这个有些被打懵了。好漂亮，后手平勾。于大哥的拳看着真的是非常带劲儿。没有什么假动作，就是直接打过去如果你敢防，那你就试一试。于大哥的拳不好防即便你防住了也会疼因为他是铁砂拳。好，最后半分钟的时间。好漂亮，连续追击。我们看于大哥的话，全程是一个追击的一个态势，而且大哥的防守也不错。好，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那把这个泰国小将6连胜的萨克，打的感觉魂儿都快飞了。赛前这个萨克表示说呢，这个对手太老了没意思，我不想和他打。打赢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么老了38岁。因为这个萨克他才19岁，观众朋友们，那这个差了多少岁差了将近20岁当对方的爸爸就绰绰有余了。据说于大哥平日里这个干农活或者说干活的时候这个钉钉子拳头直接上去拿拳头的手背去钉包括你像这个砖头，他每天至少劈上1000块，哇哦！好，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了，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我觉得于大哥呢想要 KO 对手，这个机会可太大了，因为对方完全就是一直在跑，不敢打，而且对方的防守也很松，双手相对来讲放的不高，这也为我们的 KO 呢留了很多的机会。
虽然说于大哥呢是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的训练，但是我们看于大哥今天的表现啊，他的报价、摇闪、出拳啊都非常的专业，我觉得比一些这个职业拳击手打的还要好啊。好的，步步紧逼啊，对方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哦，像一头野兽一样啊！好，前摆这个大摆拳很重，再来，哎呦，这个应该是要 KO 了。我看对方已经是好，裁判给次读秒机会啊，给他一次机会，看他还能不能打。还能打，还能打，双手举高啊，还要继续。看来他还是很不想自己的六连胜局被终结。更何况还打一个38岁的一个男人了啊，所以说输掉比赛的确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但是也很正常，因为张之磊啊都40岁了。好，大摆拳，哎呦，这下应该是不行了。长跪不起啊，这应该是要弃赛投降了。好，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没有想到会打得这么快啊！铁砂拳果然是名不虚传。好，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精彩回放。于大哥是一个前手摆拳，这一拳打得非常的重。第二次 KO 的话是击斧，前摆后摆，哦呦，全是摆拳，太漂亮了啊！让我们恭喜这位来自于中国昆明的一位农民大哥于之光大哥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比赛。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比赛结束了。比赛开始还不到1分钟，嚣张的外国拳王竟无视裁判劝阻，一记顶膝将中国小伙打成脑瘫，躺在地上疯狂抽搐不止，就连双腿都忍不住疯狂颤抖。现场抢救失败的赛事官方只能将中国选手抬上担架送进抢救车，而获胜的外国拳王竟在一旁幸灾乐祸地开始了庆祝，丝毫没有任何人性可讲。在赛后接受采访时，更是当众嘲笑中国选手不堪一击。这些中国选手在我的眼里实在是太弱小了，我甚至有10000种形容废物的方式来形容中国选手，而且毫不夸张地讲，我只需要2成功力，就能像大人打小孩、爸爸打儿子一样打废中国选手，就是这么轻松。加拿大拳王西蒙马库斯职业生涯战绩39战全胜无一败绩，连续5年蝉联泰拳世界冠军，曾在1天之内连续击败5名中国选手，甚至曾在发布会现场恶意偷袭并当众出言辱骂中国散打队长江春鹏。此情形让无数中国人感到愤恨。作为中国搏击界扛把子的死神方辩，绝对不能容忍马库斯在中国擂台上飞扬跋扈，于是亲自出马强势迎战，打算用自己的拳头来教训一下这个嚣张的外国人。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国死神方辩大战加拿大不败拳王西蒙马库斯的精彩比局。好，本场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关键啊，也关乎我们中国搏击界的颜面和发展。本场比赛如果打输，那我们中国搏击界搞不好啊，可能会倒退20年都不止啊。好，比赛已经开始，来看一下红色拳套、红色短裤便是中方的选手。本场比赛背水一战的死神方辩。好，蓝方选手黑色短裤啊，便是加拿大不败拳王来华6年不败的西蒙马库斯。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是王洪祥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乔西里。这个乔西里，给我们讲讲吧。来，王老师给我们讲讲。是第一次走进拉斯维加斯5分。好，这场比赛死神方面是一改往常游走的打法，哦呦，选择跟对方拼了，还是要小心。哦呦，这是个违规的顶膝啊！现场裁判赶紧警告对手，但是这个马库斯呢还一脸无辜。看起来很无辜，但是这个马库斯呢很清楚啊，他比谁都清楚这是一个违规行为。比赛导致了乔西里的出现，完全体终于复活。刚才双方在对拼中呢，在方便在落倒地的同时，这个马库斯追了一膝，这个在我们的擂台上是不被允许的，要听裁判人的。所以说刚才方面躺在这个台下，一直都是在追问，对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双方都是不败的王者，其实双方的心理压力应该都非常的大，都非常大。刚上来都很紧啊，肌肉有点紧。对对对。我觉得对马库斯而言，在中国洋务力腕这场比赛也是对他来说也异常关键，是必战之战。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而勇气才是人类的赞歌。此人方面面对一个对华6年不败的加拿大野兽，我们看他的整体表现是丝毫没有畏惧，整个人的状态也是抱着赴死的心态。可能我们的力量你可以看到，可能力量不如对手，爆发力也不如对手，但是此人方面本场比赛完全没在怕。对，而且无意因摔对方不得分了，这个对你的比赛的趋势是没有任何优势的。是。方面的下劈腿。虽然双方是同一个级别，但我明显能感觉到马库斯似乎块头更大一点。对，在降重方面，可能马库斯更强些。对，这就是我想说的啊。马库斯从这个外形来看，他的这个脂肪啊，或者是说这个体型上来看，他应该是从更高级别的降下来的。没错，就绝对力量上应该方面不占优势。对。马库斯这个搂住以后的这个膝啊，从我这个角度都能看到方面身上的血。方便有一个重击啊，但是双方2个人都有重击啊。我觉得方便这场比赛是拼了，为了自己的荣誉。其实看得出来，方便也非常的轻松啊，还是方便击倒了马库斯，10秒了。方便的这一次击倒，可以说让所有现场的观众呢也是振奋人心，也是让大家意识到啊，击败这个马库斯也不是不可能。好，观众朋友，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了啊！这场比赛还是闲话少说，因为比赛太精彩了。让我们来继续欣赏本场比赛。成了一个电光火石的这种近距离交火，而且方便在第1回合击倒了一次马库斯。哇，这个比赛的这个走向已经完全超乎人的意料啊，超乎这个想象。随时1秒钟。这是什么情况？第2次击倒马库斯。第2回合开局还不到1分钟，方便霸气的重拳再次击倒马库斯，连续2次击倒让马库斯的心态上也发生了转变，连续的进攻当中漏洞百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防守已经是报价不严密。哎呦，又一次，这是第3次击倒。裁判送给了对方1次读秒，但是我们看对方表示还能打，还要再打，这一回合还有再最后一次的 KO 机会。马库斯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我觉得。比赛结束了，3次击倒，按照规则不需要再读秒了吧？不需要再读秒了。方便创造了神话，创造了奇迹。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让我们勾起死神方便。真的是一场振奋人心、创造奇迹的比赛啊！没有想到，不被任何看好的情况下，死神方面连续3次击倒马库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主持人啊，郭晨东已经是兴奋的不得了，台下的中国观众也是兴奋的不得了。这场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看方面已经是躺在了地上，疯狂的释放着自己的压力，因为赛前所有人给到他的压力以及所有的舆论，让死神方面本场比赛是压力山大啊，因为没有人看好他。但是这场比赛他证明了自己啊，也证明了我们中国拳坛啊不是好惹的。好，我们看这个马库斯当众做起了俯卧撑，表示自己没问题。他是想用这种表达自己呢这个还能打，说明自己呢这个想掩饰尴尬。好，再次恭喜方便的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也感谢方便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获胜方式方便。中国小伙穿300斤铁鞋，苦练刁钻腿法，照着美国冠军脑袋连踹3脚，当场击倒7窍喷血，重度脑震荡。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对局。好，没有错，比赛已经开始，来看一下红方选手白色短裤、白色拳套，来自于中方的散打名将王玉虎。小伙子非常年轻，才23岁。但是为了练成刁钻腿法啊，他已经穿了长达10年的100斤铁鞋啊，重达300多斤。观众朋友们，300多斤，这个不要说穿在脚上了啊，就算是拿起来或者扛起来，我觉得这也很困难。好，这个小伙穿了10多年啊，练成了刁钻腿法，据说能够踢出上千磅啊，上1000斤的威力。好，再来看一下蓝方选手，黑色拳套、黑色裤衩啊，美国冠军、踢拳冠军。马佐尔，那个王玉虎的
啊，他第一次来到这个昆仑决打这个6博弈规则，因为他是专业的对决员，他打这个。我们看比赛开始，王玉虎在进攻上打得非常的凶。但是主要进攻呢，我们看还是拳法为主。看来腿法是王玉虎的秘密武器啊，轻易的不拿出来。如果想看王玉虎的腿法，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本场比赛。拳也是非常漂亮，对，非常漂亮。看詹马杜能不能顶住这一轮的压力？你就看这个王玉虎的右手的后手重拳，是吧？很具有穿透力，他这个拳法很具有穿透力。感觉这个马苏尔呢是有点扛不住王玉虎在站立上拳法给到的压力。这个家伙很狂啊，因为他的后背上，我们一会儿可以仔细看一下他的右肩膀啊纹了一只老虎。哈哈，好，这个角度能看到啊，纹了一只老虎。他表示他是打虎英雄啊，降虎罗汉。他表示要把王玉虎这只老虎啊打成一只病猫，打成一只小猫咪。好，口气倒是不小。我们看这个马佐尔现在是非常的消极，不断的搂抱来这个拖延时间。那这种打法的话是有点消极了。这个裁判搞不好，我觉得有可能会找他问题。哎，裁判，这个应该是要给黄牌了，因为这个马祖尔啊打得太过于消极，也是被打懵了啊，全程都是搂抱和顶膝，没有别的招数了。那这样黄牌实际上吃的也不亏。王玉虎今天打得非常漂亮，拳也很准。看到詹马杜尔呢，自己所擅长的一些的组合呢，在王玉虎的面前发挥出来。我所担心的是，现在这个红方选手这王玉虎的体能的分配，他毕竟是第一次打昆仑决，打这个每局3分钟要打3个回合。是的，他打锦标赛虽然是这个是得分制，但是那个2局可以说我知道前2局我赢了，第3局就不用打了。是的，那这样的话呢，擅长泰拳的詹马杜尔呢，如果说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有的这种后发力的这种情况，对于王玉虎呢也是不利的。对，王玉虎调整好自己的体力很重要。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结束，打得还是非常的精彩。那王玉虎在拳法上的确让这个马苏尔很难受。这个马苏尔在国际上还是很出名的啊，上战绩27胜6负，主攻泰拳，但是这一次来我们中国，感觉他的一些招式和技巧啊都不好使了，哈哈，被这个王玉虎治的是死死的啊。这王玉虎今天这拳打的是真准啊。好，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相信我，绝对是要比眼前的美女还要精彩啊，还要漂亮。好，第二回合看一下白色拳套中锋选手王玉虎，黑色拳套美国选手啊，美国的锦标赛冠军啊，泰拳锦标赛冠军马佐尔。实际马佐尔采取这种近身战术，这个王玉虎就不好打。他说近身那种战术他不好打。对，但这个王玉虎可以用正蹬腿或者侧踹腿，特别是侧直或者侧踹腿。一般外国选手不太懂。是的，在第一回合当中呢，王玉虎也是2到3次的侧踹腿。之所以到第二回合开拳，这个王玉虎采用这种战术和打法，就是体能有一些问题。这个很非常漂亮。只要拉开打中近的话，王玉虎是有优势的。对，就怕打这种近战，传到打近战他就不稳了。对，因为他没见过戏法，他没有戏法，而且还不知道怎么防。对对对。我们看双方比赛打到现在，双方的出腿次数啊都很少。那王玉虎呢是不想用，而对方啊应该是不太擅长。哈哈。好，裁判警告王玉虎不可以使用肘击，这个肘击是违规的。王玉虎回合这种开局，我们没想到原因就是体能下降太厉害。第一回合冲的太猛，太猛了。他现在体能出现问题，看现在出拳也不精准了。对，也有搂抱了，有搂抱了。是的，就是在第一个回合，整个一个回合，王玉虎是毫无停歇。一翻一翻，王玉虎还是要推开这个马苏尔啊！我们这个拳法有优势啊，对方是没办法，对方是累得不行了啊！而且整个人我们看这个马苏尔是发软，好漂亮！哦呦，这个后手拳打得很重。我们这种打击力度，我说也好，这请蔡教练来说，像现在也有点西法的，有一点，但他不会打那回。是的。所以还是要保持这个跟马做这距离，跟马做。这个马苏尔始终是往前去冲的一个状态，对方是很想扳回一城。但是我感觉这个马苏尔总感觉他发软啊，看起来好像站不稳。
王玉虎要注意防守。王玉虎也不着急，因为我们还有一手杀手锏啊，他的刁钻腿法还没有亮出来。他不是想玩这种节奏，他是没体能，因为第一次打昆仑决，他不知道这3局3回合怎么打。我分配体能是不会的。昆仑决这个系列还要对体能有保护。现在王玉虎想奋力的进行还击，现在王玉虎只能靠他这个右手的后手挣钱了，别的没有任何招数。但是他后手之前打的就不是第一局有穿透力，人家距离又是不高。这就是典型的体能下降一个征兆。哦呦，哨声吹下最后一秒，这拳很危险啊！这个王玉虎呢是躲过一劫。好，第二回合双方呢是打的是有来有回，那具体是优势呢不好说。那如果对方是优势的话，那第3回合王玉虎必须要拿下啊，或者的话我们就是要 KO 对手啊，才能取得比赛胜利。好，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今天的第3个回合，我们看一下王玉虎能否把自己的刁钻腿法给他掏出来。使用自己所擅长的接着我的技术。王玉虎现在在对练3打，但在除了第1回合比赛里面，他的目前发挥挺好，是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造成的，就是他体能下降。这是第二，他的全身组合没有。那这种的话，就是像荷兰好，连续侧踹。王玉虎第3回合开始展示腿法了，因为他知道如果再不展示没有机会了。被动的这种防守型阻击，对，他不想对方这个上来，但他不是完全用侧带腿攻击对手，不是。你看现在这个反而他这个这个还没。他是用这种方式是体能是下降挺大的。但是他的迎击拳还比较准，刚才王玉虎在迎击的时候打了2个迎击，他就靠这个右手。好，已经过去了半回合的时间，就剩最后的1分钟了。王玉虎再不展示腿法，没有机会了。那如果判分的话，王玉虎今天他的胜算啊，最起码在7成以上，因为对方有张黄牌。哦呦，什么情况？懵了，开始数秒。好，还能站稳，还可以继续。哦呦，这个铁腿功啊，观众朋友们确实不一般。好，王玉虎来了自信。看王玉虎的眼神啊，还在找机会。当然这个腿法施展呢是需要拉开距离，对方一直贴过来，这个腿法不太好施展。哦呦，再一次，我的天哪！第2次出秒，我们看一下，对方表示还是没问题。这个每个特种兵确实抗揍。好，最后的半分钟。这比赛没悬念，这比赛就没悬念了，打得非常好。 2次强毒3分没了，对不对？尽管第2次肯定司法跟着马鬼赢了，但是第3回合2次强毒3分，哎呀，这个不是神奇了，太神奇了，这实在太神奇了，太神奇了！连续3个射太腿。好，观众朋友们，结束了，这是我们擂台的规矩，3次读秒，3次击倒，那就判定比赛输了。好，非常精彩，没有想到在比赛的最后一个回合会发生这么精彩的一个表现，这太神奇了啊！3个侧踹，3记刁钻腿法，很精准，很暴力，非常狠。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王玉虎。我看这个美国特种兵已经不行了啊，被打懵了，鼻血，我看他这个鼻梁应该是被踹断了。好，来看一下这个腿法，哦呦，太准了啊！这是狙击枪正踹面门。好，让我们再次恭喜。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哇，好牛逼！转到明天，这个就叫专业。漂亮，这是一个迎击拳。2023年中日拳王争霸赛，中国拳王欧阳锋仅用时不到30秒，连续干趴日本拳王足足4次，在日本擂台霸气夺冠，创造历史。可欧阳锋一直在挑衅我。
一直想挑战我，跟我比赛，但是他不敢来到中国和我比赛。现在我来到日本，河岛大海，你害怕我，不要让河岛见识一下我全部的厉害，我要让他闭嘴。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拳王争霸赛的现场。本场比赛是一场中国拳王和日本拳王之间的较量。那么眼前这名选手便是我们中方的代表，中国拳王欧阳锋。上战绩20胜2负，几乎没输过啊，高达90%的胜率。这一次来到了日本大阪，代表我们中国的官方啊，来迎战日本拳王，眼前的日本选手河岛大海。上战绩20胜4负，其中包括17次 KO。我的妈呀，这个家伙在日本可以说是这个 KO 率高的吓人。28岁，比欧阳锋呢是大了2岁啊，也是当打之年。哎呦，这个家伙还比划出了这个58刀的动作，很猖獗。本场比赛他是主场作战啊，所以说呢，心态上来讲呢也是比较平稳啊。台下的观众也都是小日本子。本场比赛在2023年的12月9号开打啊，所以说比赛呢是最新的比赛。欧阳锋呢多次邀请这个河岛大海来中国参赛，他就是不来啊，还不断挑衅，隔岸挑衅啊，比方说呢，欧阳锋只要你敢来日本，我保证打到你拿着回中国。好，真是很狂啊！欧阳锋这次来了啊，我们也是来到了现场。什么情况？比赛开始发生了意外啊，应该是有提裆，但是呢，应该不是故意的。这应该是欧阳锋啊，一不小心踢到了这个河岛大海的裆。但是一般来讲，日本选手啊，这个小鼻子小眼睛，这哪儿都小，应该没那么容易踢到吧？好，来看一下。好，这脚这是刮到了，不是故意的。这个观众朋友，这欧阳锋肯定不是故意的啊。好，再来看一下，蓝色拳套，黑色短裤，欧阳锋。红方选手就是日本选手河岛大海。从侧面上来看，欧阳锋的整体身高上呢是有优势啊，包括肌肉维度上也是更扎实，而对方看起来是比较肥。3週間ぐらいトレーニングしてきたんですね。2車種してきました。やっぱりスーパーボーンとかね、いろいろちっちゃい結構世界の強豪と。要小心，欧阳锋千万要注意防守，因为对方的这个 KO 率啊，的确是高的可怕，80%多的一个 KO 率。目前来看，欧阳锋整体的状态呢是比较紧张，客场作战，难免呢在心态上啊会受到影响。好，你看这个拳打得很硬啊，比较僵硬。但无论怎么说，一定要先把这个气势打出去，因为这个小日本子，这个他们都很喜欢啊捏软柿子啊。如果你这个气势不到位啊，对方就会把你当成软柿子啊，疯狂的进攻。我们看这个河岛大海，他是一个左架选手，这样欧阳锋呢很不适应。因为欧阳锋在国内打的比赛，我们国内的中国选手大部分来讲都是正架。好，漂亮，前手的平勾。好，这波换拳有优势。好的，这几拳打得很准。我感觉这个河岛大海呢已经是有点晕了。哦呦，欧阳锋的拳啊，冲劲十足。好，又是一个前手平勾，这个反击打得很准。欧阳锋抓时机的能力还是不错啊。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那么在第一回合，欧阳锋的整体状态呢是偏紧啊，是有点紧张的。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感觉欧阳锋的这个状态啊也找回来不少。
这场比赛毕竟是客场作战啊，所以说在整体的状态上来讲呢，受到影响啊也是很正常。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支持欧阳锋，如果你也看好我们中方选手，那我们就怼过屏幕，哈哈，对着屏幕怼过2下子，一起来支持中国选手。好，我们看第2回合，欧阳锋一上来就是连拳带腿，整体的压迫感的确是给到位了。这欧阳锋啊，这打拳很干净啊。要小心对方的腿法。这个河岛大海呢，之前有很多次啊腿法 KO 对手的经历。但是拳法上来看，欧阳锋啊，的确是要更胜一筹。好的，哎呦，前手平勾打得很有质量。要小心，要小心对方的扫腿。这个河岛大海是不断起腿了，开始。哦，要小心，对方的扫腿很冲啊。哦呦，欧阳锋这个时候有点不太稳，防守，头部的防守啊，哎呦，看得着急啊，这波看的的确是很着急。还好欧阳锋也是凭借着过人的抗击打能力挺过了这一波。不得不说欧阳锋的抗击打能力啊，哎呦，哦呦，这个前手平勾，双方的换拳，欧阳锋的速度和质量更胜一筹。要结束了吗？这是一次读秒，但是对方表示还能打。欧阳锋乘胜追击。毫不留情，又是一拳，然后但这一次并没有给读秒，对方还要打，又一次，第3次，还要打吗？再来一拳，哦呦，结束了，这个应该是没有悬念了，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恭喜中方选手欧阳锋。我们看欧阳锋已经是开始咆哮了啊，这场比赛的确是很不容易，因为在比赛的第2回合一开始，欧阳锋啊险些被对方给 KO。好，这场中日拳王争霸赛最终的结果已经出现了啊！中方选手呢也是霸气的 KO 了对手，太精彩了。好，看一下这个双方同时换拳，但是欧阳锋的启动速度啊，包括他的质量、重击能力啊，是要比对方更强的。哇哦，欧阳锋也晃了，但对方啊晃得更狠啊，直接躺到了地上。那么后续更是不到30秒连续击倒对方4次啊！欧阳锋的这个拳太狠了。好，恭喜欧阳锋在日本擂台成为了第3个中国在日本夺冠的中国选手啊！之前第1个是魏睿，第2个是刘策，那么第3位就是欧阳锋，让我们恭喜欧阳锋啊！这场比赛是创造历史的比赛啊！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